你知道全世界除了毒品和假货之外，第3大跨国犯罪是什么吗？不是军火，不是人口贩卖，而是沙子。按理说，咱们地球上总共有10到20次方粒，甚至更多的沙子，可以说是取之不尽了。但为啥还得犯罪买卖呢？因为沙子也是一种资源呢，它是地球第2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，仅次于水。全球每年要挖差不多500亿吨沙子，什么概念呢？这些沙子足够围着地球砌一球27米高、27米厚的墙。那你可能会想啊，沙漠的沙子那老多，过去挖呗，咱还能过度开发呢？问题就出在这儿，沙漠里的沙子盖不了房子，这听起来有点反常识。给你举个例子，迪拜一个被沙子包围的城市，盖世界最高楼哈利法塔的时候，用的沙子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沙漠被风吹得太久了，沙粒被磨得太圆、太光滑，就跟玻璃珠似的。盖房子用的混凝土需要沙子有棱有角，互相咬在一起才能受力。沙漠沙太圆了，挂不住劲儿，水泥掺进去不结实，而且沙漠沙含碱量太高，会腐蚀钢筋。所以你看，被沙子包围的国家反而要花大价钱从地球另一边买沙子，特别荒诞。那能用的沙子从哪儿来呢？河沙，河流冲刷出来的沙子有棱有角，颗粒粗糙，跟水泥能产生化学交解力。但河沙的形成是以地质年代为单位的，人类消耗它的速度是几万倍于它再生的速度。联合国环境署说了，到2060年，全球建筑用沙的需求还要增长45%。可问题是，好挖的河沙会被挖光了，所以沙子供不应求啊。它之前黑市就来了，全球沙子市场规模大概在1650亿美元左右，但非法采沙的交易额每年在2000亿到3500亿美元之间。你没听错啊，黑市比合法市场还大。有研究机构估算，全球挖出来的沙子只有37.5%是合法的，剩下的全是非法盗采。毕竟这玩意门槛太低了，一把铲子、一辆卡车，找个河滩就能开工。甚至印度还有所谓的沙子黑手党，武装团伙控制河段，暴力垄断采沙生意。真是啊，杀人越货，无恶不作。但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，不是黑帮杀人，而是沙子能改变地图。新加坡一个只有700多平方公里的岛国，建国以来靠填海造地，硬生生多出了150平方公里的土地，两个澳门那么大呀。这些地全是沙子堆出来的。那沙子从哪儿来呢？从邻国买，更多是从邻国偷。印尼曾每年往新加坡运超5000万吨海沙，挖着挖着出事儿了。印尼廖内群岛周边20多个小岛直接沉进了海里，岛没了，领海基线就没了。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，岛屿存在才能划定管辖海域，岛沉了，这边海就不算你的了。印尼人一算账，卖沙子那点钱跟丢掉的海域比，根本不是一个量级。于是2003年，印尼全面禁止海沙出口，但新加坡还在填海，不从印尼进，从越南、马来西亚、柬埔寨进，柬埔寨被挖怕了。2010年后永久禁止沙子出口，新加坡转向缅甸，结果缅甸的挖沙船导致美国和三角洲加速沉没。你看呐，沙子的问题自然就不只是沙子本身，它是领土，是主权，是国与国之间无声的战争。说到这，你可能会觉得这是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也不盖楼，关系大了去了。你的手机屏幕是玻璃做的，玻璃原材料就是沙子，你住的房子、脚下的路、每天坐的地铁，全是沙子撑起来的。沙子可以说是现代经济的基石，从摩天大楼到电脑芯片，全都离不开它。甚至可以说，我们整个文明社会是建立在沙子之上的。不过情况还没到完全绝望的地步。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机制沙生产国。什么叫机制沙？就是用机器把石头打碎，磨成有棱有角的沙子，人工替代天然河沙。到2025年，机制沙已经占到中国沙石总产量的80%以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真的用石头磨粉代替河沙，天然河沙的危机正在被技术慢慢化解。